最近这段时间，朋友圈和各大音乐平台几乎被同一首歌刷屏了。没错，就是周深演唱的苏超主题曲《热烈盛开》。4月7日，这首歌正式全网上线。说实话，刚听到前奏的那一瞬间，我就被那种扑面而来的生命力给镇住了。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，苏超是苏格兰超级联赛吗？其实不然，这里的苏超指的是咱们江苏省自己的群众足球超级联赛。今年赛事已经迈入第2个年头，没想到官方直接请来了周深献唱主题曲，这牌面确实拉满了。更让人期待的是，本周6晚，2026赛季苏超揭幕战就要在常州奥体中心正式打响，对阵双方是常州队和南通队，而周深本人也会亲临现场，把这首热烈盛开原音重现。说真的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莫名就涌起一阵激动。体育赛事配上顶级歌手的现场演绎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看球听歌了，更像是一场属于普通人的青春狂欢。他把原本小众的草根赛场瞬间拉进了大众的文化视野里。聊到苏超，可能不少外地朋友还不太熟悉，但他在江苏本地早就成了现象级的草根体育 IP。去年首届赛事一出来就直接破了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太接地气了。参赛的不是职业球星，而是快递小哥、中学老师、企业白领，甚至退休大叔。球场边没有天价转播权，只有街坊邻居的呐喊、塑料喇叭的助威，还有那种最纯粹的为了热爱拼尽全力的热血。官方数据我没全记清，但单是看社交媒体上的 UGC 内容，就能感受到那种全民皆球员的狂欢氛围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体育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奖杯和记录，而是普通人站在绿茵场上时眼里那份不服输的光。苏超之所以能迅速出圈，正是因为他把这种光放大到了极致。他不讲究战术多精密，阵容多豪华，他只认一个理，只要你肯跑、肯拼、肯为团队流汗，你就是这个赛场的主角。这种精神恰恰是当下快节奏社会里最稀缺的治愈剂。他提醒我们，热爱本身就有重量。回到《热烈盛开》这首歌本身，幕后班底其实相当扎实。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、常州市委宣传部、南通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跟酷狗文化也深度参与。词作者是玉卓和张超，作曲则是张超和傅凯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份名单，我第一反应是稳了。玉卓的词向来以细腻见长，张超更是写过不少传唱度极高的流行作品，两人搭档，等于把文学性和旋律性都兜住了。而歌曲的核心立意，官方给的很明确，以苏超精神为内核，围绕播撒梦想、向阳绽放展开。我反复听了几遍歌词，发现他并没有用那种空洞的口号式表达，而是把跌倒后重新站起来、汗水浇灌的倔强平凡人也能发光这些意象，揉进了每一句副歌里。这种创作思路特别讨巧，也特别真诚。做主题歌最怕的就是硬贴标签，但热烈盛开显然避开了这个坑。它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普通追梦人的情书，不煽情，却足够动人。我挺佩服制作团队的眼光，他们没有把这首歌做成赛事宣传片式的背景音，而是真正赋予了它独立的生命力。哪怕你不看球，单把它当一首流行单曲来听，也能被那种向上的力量推着往前走。当然，这首歌能迅速发酵，周深的嗓音绝对是最大加分项。我一直觉得周深的声音有种穿透力和包裹感并存的特质，高音清亮却不刺耳，中低音温润又带着一丝韧性，特别适合表达那种历经沉淀后依然选择热烈的情绪。热烈盛开里有一段副歌的连续爬音，换作别人可能会唱得吃力，但周深处理的举重若轻，尾音微微上扬，像极了球场上一次次被铲倒又迅速爬起的球员。选他唱这首歌，制作方肯定是做过深思熟虑的。周深这几年在主流舞台和跨界合作上的表现有目共睹，他早就不是单纯的 OST 小王子，而是能驾驭多种情感维度的成熟歌手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本人对体育精神一直有种天然的共鸣。之前他在采访中就提过，自己很佩服那些在幕后默默坚持、不追求聚光灯的人。这次受邀为苏超献声，我觉得不是一次商业合作，更像是一次精神层面的双向奔赴。等到周6现场，当他的声音在常州奥体中心的夜空中响起，配合着看台上球迷的合唱，那种氛围感，光是想象就让人起鸡皮疙瘩。音乐和体育从来都不是两条平行线，他们在最高处本来就是相通的。把目光拉回本周6的揭幕战，常州对阵南通，这本身就是一场自带话题的江苏德比。常州这几年在文体领域的投入，大家有目共睹。
奥体中心的硬件条件在全国同类场馆里都算得上第一梯队，而南通的足球底蕴一直很深，民间青训体系扎实，这次派出的队伍据说磨合得相当不错。两支球队碰面，战术层面我不做太多预测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场面上绝对不会沉闷。群众赛事的魅力就在于未知和纯粹，没有保级压力，没有商业算计，只有90分钟的全力以赴。而周深的现场演唱恰好成了这场纯粹竞技的情绪放大器。我查了一下流程，他应该是在开球前登场，用一首歌把全场气氛推到顶点。这种设计很聪明，既避免了赛中干扰比赛节奏，又保证了音乐和体育的仪式感完美衔接。说实话，现在的观众早就看腻了公式化的开幕式，大家真正渴望的是那种能直击内心的瞬间。当热烈盛开的前奏响起，灯光暗下，几万人同时举起手机闪光灯，那一刻，体育不再是输赢的较量，而是一群普通人共同完成的一次情感共振。我个人特别期待这个画面，它可能会成为今年江苏文体圈最值得记住的瞬间之一。热烈盛开的发布和周深的现场助阵，其实折射出的是地方文体融合的新思路。过去很多地方搞赛事，往往停留在办完就散的阶段，缺乏长尾效应。但这次苏超明显在做长线布局，用音乐破圈，用情感留人，用城市联动造势。常州和南通作为出品方之一，不仅是在推一场球赛，更是在输出一种城市气质。常州的新能源之都名片需要软实力加持，南通的江海文化也需要年轻化表达，而苏超恰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载体。群众体育从来不是边缘话题，它是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毛细血管，也是城市温度的直观体现。我注意到这首歌上线后，不少外地网友留言说想周末买张高铁票去江苏看球，这种自发的文旅拉动效应比任何硬广都管用。体育加音乐加城市营销，这套组合拳打得很漂亮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有生命力的 IP 从来不是靠砸钱堆出来的，而是靠真诚和共情养出来的。当一首歌能让人愿意为了一场业余比赛跨城奔赴，它的价值早就超越了音乐本身。这或许就是新时代文体内容该有的样子，不端着，不悬浮，扎扎实实的长在老百姓的生活里。其实我已经能想象周六晚上的常州奥体中心会是什么样了。草坪上的泥土味，看台上的助威声，周深握着麦克风微微发颤的尾音，还有那句反复吟唱的热烈盛开，都会交织成这个春天最鲜活的记忆切片。苏超走到第2年，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赛事名称，它成了一种符号，代表着普通人也能拥有自己的高光时刻。而热烈盛开这首歌就像一枚书签，夹在了2026年江苏体育的扉页上。我们总说时代需要英雄，但或许时代更需要的是愿意在平凡日子里依然选择奔跑、跌倒再爬起来的普通人。周深用声音为他们加冕，赛事用舞台为他们见证，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。等周六的哨声吹响，不管比分如何，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朵花在悄悄绽放。毕竟，热爱这件事从来不需要理由，它只需要一次勇敢的出发。而我已经准备好耳机、车票和一颗期待的心，去赴这场属于普通人的热烈而盛大的约会了。